我女儿死了，婆婆和老公是杀人凶手。女儿生病，婆婆因为重男轻女不让妈宝老公给钱治病。后来老公病了，婆婆跪着求我给她儿子做手术。我冷脸讽刺：谁叫你不会生？要生一个赔钱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女儿死了，婆婆和老公是杀人凶手，作为医生的我无能为力。我叫柳絮，是一名主任医师。我跟往常一样在医院上班，但突然的一通电话就让我扰乱了所有的思绪。我急忙抛下手中的活，跟另外一个同事对接，赶忙奔向我女儿贝贝病到住院的地点。贝贝是早产子，身子虚弱，在月子里婆婆因为我生的是女孩，一只鸡也不舍得杀一只，营养跟不上，贝贝的身子也更加弱了。贝贝病倒的次数并不少，但这次她需要动大手术。我下意识拿起手机，能再给我一点钱吗？对面传来冷哼声，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刻起，你就该做好这个准备了，去找你所谓的好男人去吧。我忍下哽咽，爸，求你了，我真的不能没有贝贝。一声长叹息传入耳畔，父亲的声音响起，我现在是特殊时期，没有办法，我和你妈只凑得出这些了。我马不停蹄继续打了好多个电话，但实在是不够。我最后才打了那个最不想打的电话。魏峰，我只要10万，10万就够了，求求你了。魏峰是我的丈夫，是我曾经偷户口本、离家出走就为和他在一起的人。来人语气里尽是淡漠，你怎么又要钱？谁叫你不会生，就生个女的？没钱，钱都在妈那，妈不让给。我隔着屏幕哭着求他，说尽了各种好话。他家境殷实，这10万对他来说只是几天的零花钱，可他就是不愿给我，甚至觉得厌烦，嘟的挂断音还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心像针扎透了般生疼。他怎会如此？那也是他的亲生女儿啊！女儿的葬礼上，魏峰眼底落了几滴泪，但一声电话铃就将他叫走了。电话里隐隐约约传着女子的轻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朝他大喊：你去哪？还有什么事比你女儿的葬礼还重要吗？他顿住脚步，眼睛躲闪。妈说家里有事，我回头再跟你说。边说，脚下便不停地往外走，临走时还不耐烦地回头吻了一下我的额头。看着他着急离去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摸着女儿冰冷的骨灰盒，拭去泪痕，心中已掀不起任何波澜。我原以为我并不在意，但张开双掌时，掌心处的指甲掐痕已是血迹连连。魏峰和婆婆郭娟杀死了我的女儿，也将我那不值一提的爱践踏得稀碎。我唯一的希望消失了，她和郭娟又怎能安然度日呢？我呼出浊气，化了个精致的妆容，对着镜子微微一笑，反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直到确定已经看不出妆下的惨白脸色，我才踏出门。从工作后，为了忙碌医院的事情，便没怎么打扮自己，这还是我结婚后的第一次打扮这么精致。我提着保温盒进了魏峰的办公室，不出我所料，魏峰的眼睛都看直了。他急忙跑去锁住了办公室的门。我去洗澡。他身子往我这里倾过来，我忍着恶心，佯装激动，轻亲了一口他的脸。他露着一脸满足的样子，然后火急火燎地跑去一边的浴室里。我百无聊赖地拨弄着他的手机，很干净，都是些商业上的事。我又开始查看他包里的东西。一张小小的单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轻瞥一眼，是女士最新款包100多万的发票，购置时间还是昨日。
我不禁冷笑出声。同样的时间，我在为贝贝的手术费发愁，低声下气四处寻人借款，亲生父亲却在想着怎么购置奢侈品哄别人开心，真是悲哀呀！他恰此时出了浴室，兴冲冲地朝我奔过来。我迷蒙地看着他，勾唇一笑，把刚才那张凭据妩媚地拍在他身前，勾着他的脖子：“老公啊，香奈儿包包呢？”这话一说出来，他眼眸一暗，瞬间失去了所有兴致，面上的表情也瞬间变得凝重。我从前为了哄好他，都会学着观察他的情绪。他这般模样，跟曾经心慌的样子一般无二。柳絮，你竟然敢翻我的东西！我嫣然一笑，甩了甩手，毫不犹豫地赏他一耳光。你心虚什么呢？柳絮，你疯了？贝贝死了你就拿我撒气，难道我不伤心吗？你伤心在几滴泪里，伤心在女人心里。我每说一句，手下不停地甩他耳光。你冷静一点，救命啊！快来人！出人命了！啊！办公室里传来他的阵阵嘶吼声，要多大声就有多大声，但始终没有人进来这个办公室。魏风脚一迈向那个门，就会被我拽回来狠揍。学过的拳击想过要自保，但没想到要用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哪个地方最疼，也清楚力道，让魏风表面看着并没有什么大碍。折磨了一番后，我拍了拍手，随意地开了办公室的门。门外挤压在一起的同事受惯性影响，齐齐摔在了地上，活像压饼。其中一人朝我讪讪一笑，缓缓竖起了大拇指：“嫂子真猛。”此话一出，我立马收起怔愣的神色，选择顺势而为，但笑着摊手：“没办法呀，魏风就好这口。”有人说，声音这么凄惨，会不会打得太重了？我还没回答，身旁的一声敲头声便响起：“你傻呀，人家夫妻间的情趣而已。”一阵寒暄过后，我回了魏家。刚打开门，啪，我的脸被极大的力道扇得偏了过去，身子被来人推倒在地。我抬头看向扇我的人，我的婆婆郭娟。你这个不会下蛋的鸡，生个药罐子，家底迟早都要被你们母女败光。真是反了你了，竟敢打我儿子！她义愤填膺地指着我，面目狰狞。我咬着唇，忍下气性，支撑着身子起来，直往卧室的方向踏进去。郭娟还想拦着我，被我一把推开，没给她也来一巴掌，真是不错了。她趴在原地不起身，各种拍大腿嚎叫，泼闹的行为引得邻居都凑过来看魏家的热闹。我一开卧室的门，便瞅见我和魏风的床头上还坐着一位有着甜美长相的年轻女子。我轻瞥了一眼，便掠过她，径直走向角落里的桌椅，从抽屉里的盒子取出几张纸，就打算走。这婚前协议可是我的制胜武器。你是柳絮姐姐吧？一声软糯的声音传过来，对上她带着懵懂的天真眼神，我犹豫片刻，还是轻点了点头。有事吗？她抚上她的腹部，眼神温柔如水，冷不丁的一句：“我怀孕了。”就算那是魏风的孩子，那也与我无关了。我哦了一声，便打算绕道而走。她起身拦住我的去路：“我们谈谈吧。总归他也不能将我怎么样。”我瞄了一眼手机，点点头，坐在了他的一旁。似是耽搁了许久时间，婆婆颇为着急地敲了敲我已锁住的房门。柳絮，赶紧给我开门！在自家还锁门无法无天了还，转而温柔如舔狗一般说：“婉婉你怎么样了呀？千万别动胎气呀！”我以前只当婆婆是泼妇，没想到她还有切换自如的一面。我跟你讲，我的孙子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你就死定了。实在受不了那喧闹的声音，
我不禁蹙眉，开了门。门外的郭娟直接将我甩开，径直往那女子身上靠拢。郭娟一脸担忧地抚着她的臂膀：“婉婉，我孙子怎么样？你肚子有没有事情啊？那柳絮有没有欺负你？他敢欺负我孙子，我郭娟跟他没完。你别怕，跟妈说，我魏家替你做主。”穆婉婉倒是楚楚可怜地摇摇头，看了我一眼就立马撇开，抿着唇语气哽咽：“姐姐没有欺负我。”这语气没有也要被他说成有了。我冷笑一声：“什么时候倒是我成了外家人了？”郭娟朝我啐了一口：“谁让你肚子不争气，就只能生个破女儿，还是个烧钱的病根子。”想起了贝贝的惨状，我枪口的怒意涌上心头，抑制不住上前揪着郭娟的衣领：“你再说一遍。”郭娟手不自然地甩开我揪着的手：“我说了又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就是烧钱的东西。”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不忿，实在是难以忽视。但他似是惧怕我，并没有所行动，也不知道暗暗在筹划着什么。没多久，门外来了另一道身影，来人愤愤地冲向我，在我挥出拳头，他不负吸食气焰，条件反射般地缩向一旁：“柳絮，你这家暴女，我要离婚。”“好啊，离婚，不过你得净身出户。”魏峰瞳孔睁大，立刻喊道：“凭什么？就凭这张当初签的如若一方出轨则需赔偿巨额财产的婚前协议。”我朝他扬了扬手上的白纸。这也许是当时恋爱脑的我做过的唯一正确的事了吧。我没有出轨，你空口无凭。他说这话的底气都弱了许多。那你要不要看看这婉婉又是谁呀？我眼神示意向婆婆身边的穆婉婉。我瞧着魏峰，又想狡辩，手上直接滑动手机上的录音。柳絮，我跟你讲，我的孙子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你就死定了。谁让你肚子不争气，就只能生个破女儿，还是个烧钱的病根子。那本是我想录下穆婉婉跟我说的话，现今反倒成了证实魏峰出轨的证据。我一脸柔弱地攀上魏峰的肩头，眨了眨眼：“老公，你说句话呀。”我以全身重量倚靠着魏峰，听着魏峰咬牙切齿的磨牙声，淡笑不语。穆婉婉在一旁突然对我说：“姐姐，这又不能代表什么。”我撤下放在魏峰肩膀上的手，反复擦拭了多遍，语气淡淡：“难道要等你孩子生出来亲子鉴定吗？邻居都在看着呢，我们还是不要闹得太难看吧。妈，你觉得呢？”我微笑对着郭娟：“想要孙子还是想要钱，自己掂量一下。当然，我也可以让你一样也得不到。”郭娟眯着眼看向门口处还在看热闹的邻居们，龇牙咧嘴着入了屋，拿出了2本红小本子。我火速开车带着程峰去民政局。工作人员看着我开心的样子，还以为我是去结婚的，又反复问了许多遍是不是来离婚的。但搁谁甩了渣男，又能得一大笔巨额财产，会不开心呢？魏家是从我嫁过去后才景气起来，我这趟激进耗空了魏家的家产，只是还需要等30日的冷静期。但没关系，我等得起。婆婆在这段时间里逼迫我离职，让我在家照顾穆婉婉。她总在我面前呵斥我，做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你不会生，你就伺候会生的。我宝贝孙子要是有个3长2短，我唯你是问。被他天天这样念叨的，实在厌烦。我也忍气忍得心闷，干脆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就离开了魏家，天天去医院加班。只是30日后回了魏家找魏峰，才发现他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魏峰身子消瘦得不成人样，眼下青黑深重，毫无声息地瘫在床上，身旁还坐着有了些孕肚的穆婉婉。
如今这样也实属正常。他没了我的管制，私底下烟酒糖茶样样都沾，应酬熬夜少不了，再加上无人加以管看，身体铁定会出毛病。他眼睛咕噜一转，看出来人是我，神情有些激动，从床上立起来：“你这毒妇还敢回来？这1个月都是婉婉照顾我，你倒是过得潇洒。”刚话落，似是消受不住，开始不停地咳嗽。穆婉婉贴心地扶着他的脊背。此刻我脑海里始终回荡着一句：“你没事吧？”要是他真照顾得好的话，还能是这副鬼样？我懒得同他争辩。你以为我还喜欢你呢？还没死就给我去民政局。你想离婚？我偏不，害死。身旁的穆婉婉听此，肉眼可见地慌张了起来。风哥哥，不离婚的话，你难道想要这种被管制的日子继续下去吗？你怎么忍心让我们的孩子无名无分的？说着就抬手扶着眼开始啜泣起来，眸里噙着泪珠，一副小白花样，柔弱的我见犹怜。魏峰很吃这套，但面色还有些犹豫。直到穆婉婉又扶着肚子，皱着眉：“峰哥哥，我们的孩子。”郭娟平日里没少给他灌输以子嗣为重的观念，他听此果然脸色微变，开始哄着他。但穆婉婉铁了心要我和魏峰离婚才肯去医院。我没这闲工夫看他们打情骂俏，所幸魏峰也很配合，满脸着急地同我去民政局签了离婚协议。我在民政局前站着笑颜，抬着手捂着吸光，指头里碰入一息星光。可魏峰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啊！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我和魏峰离婚后的没多久，我在医院碰见了他。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他，旁边还坐着红肿着一双眼的穆婉婉。听见了开门的动静，他缓缓睁开了眼，看见来人是我，眼睛有了些失意。旭儿，来了，我就知道你果然还是放不下我。别想太多，我来看你死了没。旭儿，你心中肯定是还有我的，回来吧，我真的知道错了。这样，你先借我100万让我做手术，我病好后一定补偿你。我们复婚，给你补上一个盛大的婚礼，好不好？魏家落魄至此，我并没有觉得惊讶。自从离婚后，魏家公司便会失了大量周转的资金。魏峰的身体大不如前，少了应酬，也定会失去了许多生意伙伴的支持。我狡黠一笑，并不拿正眼瞧他。我只有90万，剩下的10万你自己凑吧。至于复婚，等你哪天弃了穆婉婉再说吧。魏峰神色犹豫，垂下眼不再直视我。我冷笑一声，他两边都想要，真是痴人说梦。随即穆婉婉呜咽的声音传来，魏峰眉头一皱，语气不善：“你怎么又哭？天天哭。”可我，妈想让我多劝劝你，说了有孩子好有个活着的念头。哥哥怎么这么想我？霎时间哭得梨花带雨的。魏峰不耐烦地举着手：“好，你嗨。”他咳得面色通红。穆婉婉焦急地抚着他的脊背：“哥哥，你千万不要离开婉婉啊！你要是死了，柳絮姐姐肯定怀恨在心。你死了，她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害死，给她女儿报仇，可怎么办呀？你死了，婉婉也就无依无靠了。你舍得别人说我们的孩子是没有爸爸的野种吗？峰哥哥，你说过要和我结婚的，还要给孩子最好的，你一定要活过来啊！”谁知魏峰听了婉婉的话，居然急火攻心，晕了过去。门外姗姗来迟的郭娟也看见了刚出门的我，见里头昏迷过去的魏峰，歇斯底里地冲过来，抓着我的臂膀：“你怎么照顾的魏峰？他都变成这个样子，柳絮你教养被狗吃了。”
我当初就不该让你进魏家的门，吃里扒外，野鸡还妄想当凤凰，做白日梦去吧，就只会过来闹笑话，还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穷人家的人果然就没一个好东西。那你作为失败的典型，真是太成功了。我淡笑着鼓掌。郭娟咬着牙，高举着手掌就要朝我这里打来。主治医师正巧过来，迅速赶来拦住了在这喧闹的郭娟。家属冷静一点，这是医院。郭娟见医生要将她拖走，神色愈见着急，朝我大力挥着手。这时才开始直入主题，软了语气：柳絮，我是让你过来交医疗费的，你交哪里去了？你好歹也当过我儿子的媳妇，我们魏家让你享受这半生都得不到的荣华富贵，要你这100万不过分吧？我双手交叉靠在一旁，哟，那这病根子怎么这么烧钱呢？我只有90万，剩下的10万我爸不让给，自己凑吧，谁让你不会生这么一个烧钱的东西？似是听出了我的意有所指，郭娟指着我，面目狰狞：你好啊，小贱蹄子，给我等着！郭娟又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扣着旁边的医师：大夫，救救他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会的，他还年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你们不是最好的医院吗？给他做个手术不就好了吗？主治医师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患者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突破了局部生长器官，手术除了延长生存期，意义并不大。肝癌晚期？怎么可能？我们来的时候好好的，到医院就有问题了。让柳絮来做手术。当初的我，为了照顾魏峰的身体，专门研究这类方向，现在也成了相关主任医师。他们也是清楚的，但魏峰总是嫌我管制的烦。从前肝癌早期时，我便日日照顾，临走前我还往家里四处贴上有提示的便利贴，想来也是一句未听。现如今还是成了晚期，也是他自作自受。我听此还是不禁皱眉，好好的你来医院干嘛？身旁的主治医师也在劝阻家属，医院有规定不允许有亲戚关系的医生来做手术的。但直到魏峰大限将至，郭娟都硬要我做这个手术，硬生生把魏峰拖死了。郭娟因此找院长投诉于我，整天堵在我的候诊室门前，细数说着我是如何弃患者于不顾的。我起初并不理会，但他也不知怎么找到的，直接找上了院长告状。休息期间，带着副院长就冲进我的候诊室里，他义愤填膺地喷着唾沫，就是他迟迟不做手术，害死了我的儿子。副院长瞧向了我，松了一口气，对郭娟说：是柳医生啊，柳絮不是这种性格，家属你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看你们尽放屁，在你们医院我白花了那么多钱，什么都治不好，早知道就不来了。他似是疯魔了般开始推搡起来，我皱着眉想推开他，一道声音让我转移了视线。妈！我们齐齐看向了门口，是怀着孕的穆婉婉。郭娟一连甩开副院长，连忙去扶着门口的穆婉婉，语气800度转弯：你在家不好好养着，怎么来了？柔情的语气带着嗔怪，又有几分怜惜，引得我鸡皮疙瘩一身。穆婉婉背过身，偷偷递给了郭娟一小纸条。穆婉婉拉过郭娟，在角落里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话。郭娟也不疯了，口中连连叫好，扶着穆婉婉就往外走，眼角处的鱼尾纹泛起，开心的面容根本藏不住。但回头看向我时，却是势在必得的得意。副院长对郭娟渐行渐远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
拍了拍我的肩膀。第二日，我提着早餐到办公室，打哈欠打着打着，就听到外面的喧闹声。还没落座，一个小助理匆匆忙忙地朝我这里撞了进去。柳医生，外面，挨我一两句说不清楚，你快出去看看吧。我并没有感到很意外，我还怕他不来呢。不疾不徐地走到大门口，抬起眸便瞥见郭娟提着未封的黑白遗照相框站在医院外，周围已经熙熙攘攘地聚集了好一大批人，都在周侧看热闹。似是看到我了，她嘴里开始不住地哭诉：苍天呐，快来看看呐，这个叫柳絮的大夫对她老公见死不救啊！人群引起了一些波澜，都在窃窃私语，有几人踏出脚步张着口，我朝他们摇了摇头。他继续道：这个柳絮之前还是我的儿媳妇，拿着我儿子的钱给别人治病，还把家产赔进去了，也不肯给我儿子治病，让我儿子活活病死在那里啊！天哪，这还有没有人道啊？已经有人在旁边开始录像了。他又开始跪在地上朝他们叩头哭诉：他们医院不管，你们帮帮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太婆吧！你们不信的话，我手里还有账单呢，手里拿着离婚赔偿的转账记录，足有好几百万。众人看了纷纷眼红，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大肆朝我唾骂了起来，也不知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单纯的想为郭娟讨回所谓的公道。人群中有人发出疑问：那你怎么证明他花这些钱给别人治病？他眼睛咕噜一转，缓缓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卡片，那是昨日穆婉婉给他的那张白纸。郭娟嘴里还喃喃道：这是一个小女孩写给她的卡片，她让我转交给柳絮，但柳絮宁愿帮助她，却不肯帮助我们。一个医生感情用事，双标成这样，难保以后会怎么对我们这些患者，实在让我心寒啊！其中一人听此愤愤不平，开始破口大骂。随着他的出声，似乎鼓动了其他人，跟风似的一起骂我。他们每骂完一句难听的话，都要骄傲地朝身边人昂头，仿佛自己惩治了恶人般引以为豪。更有甚者，都冲上医院大门，朝我挥拳，往我身上扔豆浆洒了一身。但冲过来的人尽数被保卫拦下了。身旁的小助理看着这场闹剧，着急地催促，攥着我的衣角：柳医生，你明明帮助了不少人，他们怎么不帮你说话呀？我抿紧唇，朝着人群想说些什么话，但稍瞬即被淹没在人潮的喊声中。看着一脸淡漠的郭娟，嘴角抑制不住地微扬起。我安抚地拍了拍助理的手，朝着里头走去。网络论坛上都是关于我的骂声，各种污言秽语都充斥着我的双目和耳朵。一个叫婉约如沐的人在微博上发布着关于我近日在候诊室里如何视若无睹外头郭娟的各种视频，这些都是被剪辑过的视频，视频里都是我对郭娟爱答不理的模样，却剪去了郭娟撒泼打闹的片段，引得网友开始抨击我的态度。我看着这离奇的拍照角度，这略带特色且熟悉的网名，十有八九是穆婉婉。这条甚至还上了本地热搜榜第一，也不知是不是某些人的大手笔推上去的。看着也心烦，我干脆就闭上了手机的社交平台。只是出去时，周身的人看向我的眼神里总有着若有若无的敌意。手机恰此时响起，我看着熟悉的号码，沉默片刻，但还是接了起来。爸。耳畔传入对面的长叹息声：回家吧，家里永远欢迎你。这是我从接到过所有电话的声音中听出的唯一一个温暖的声音。我忍着鼻尖的酸意，轻声说：没事，我可以处理好的，总是依靠你，
是永远长不大的，但在爸爸这里，你永远是小孩。我跟你说过，可以共情患者，但同情他们，也许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伤害，你又是何必呢？爸，你相信我，可以的。我敲响了办公室门，朝着里面的扶着额头蹙眉的副院长微笑点头示意。叔叔，是柳絮啊，有什么事吗？他努力舒缓着眉头未舒展的皱褶。我是来申请停职的，就当给我放年假好了。哎，还好吗？你是同你爸说一声，哪还要受这些苦？叔叔，多谢您的好意，但在我的观念里，我先是人民的医生，再是他的女儿。我瞧他面上有些犹豫，不知如何开口。我继续说，这样下去对医院的名誉也不好，而且，好，瞧你这鬼灵精怪的样，定是有主意了。穷途末路的人，一旦触碰他们的利益，只会反噬得更深。在舆论越积越深期间，我停职的消息骤然传了出去。我帮过的人大多是重症患者，家庭困难走投无路的人。我曾经经历过贝贝的悲剧，帮了他们，也想弥补那时自己的遗憾。停职后，我瞬间被众人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了他人的饭口谈资。后来就连我走在超市的路上，身旁都有各种各样的讥笑声。这不是那双标女医生吗？什么医生？少侮辱这个职业，是女阎罗吧？连自己老公都敢害，真毒得很，赶紧离他远点。也不知道他就那些人是不是有什么歹心。我看向远处朝我击扎的妇人和孩童，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已经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了吗？我若无其事地走过他们，身后突然一股重力，将我踢向了身旁的臭水沟里，溅出了阵阵水波。踢我的小孩嘴边还发着尖锐的叫声，手里还拿着手机，一个劲地往我脸上对。小孩似是未尽兴，又拉下裤子朝我呲尿。身旁的大人口头虽在不住地道歉，但表情却是一副得意。鼻尖瞬间呛入刺鼻难闻的气味，我眯了眯眼，抿着唇，淡淡的提了句：“那你可千万别发网上去了。”略，我已经发到网上去了。发了是吗？很好。我骤然起身，冲向了仓促逃窜的母子二人。也不知过了多久，眼眸不经意瞥了眼靠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母子两人。我随意整理了一下脏乱的头发，将那段视频花高价注推上了热榜。看着评论下各种各样的恶言快语，我长呼出了一口浊气。妈妈，他笑得好可怕。闭嘴，不然待会惹得他疯了又要打我们了。我不理会那母子，走远了，手里拿起手机给那些号码一一拨打了过去。他们把我救治过他们的善举通过社交平台都发了一遍。那个写卡片的白血病女孩还写了长长的作文，引起众多人的共情。不少水军开始带节奏，竟挖出了当初郭娟死命不肯给我10万，以至于导致孙女未被死亡的电话记录。紧接着抛出了魏峰氏离婚后花天酒地，到处聚会酗酒才到的肝癌晚期。我开放了我以往所闭的社交媒体，前几年中每日都记录着我为他悉心准备的养生餐照片。恰恰是魏峰肝癌早期时期，我用社交平台为了方便记录着他的身体状况，每隔一段时期我都会发检查单子，附上图文。有心人截屏了这些发到网上去，足以证明了我与魏峰的死亡并无多少干系。我曾帮助过的艺人拿着当初郭娟的录像传了出去，舆论的方向瞬间倒戈，而大众往往倾向弱者。不少人见过今日我被欺负的造型凄惨视频，与至今安然无恙只动嘴皮子的郭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郭娟撒了一个谎，却用诸多的谎言遮掩，大家都唾弃她。郭娟连带着那死去的魏峰一起被骂，就连那欺负我的母子二人也不太好过，网上骂声一片。先前骂声有多大，此刻就会被反噬的有多重。我在去寻婉约如沐这个社交账号时，却显示已经注销了。我嘴角弯弯，所有的一切都在按我的计划走。我打给了穆婉婉的电话，像她当初说的那样，我们谈谈吧。我们约在了咖啡厅。她朝我嫣然一笑，我也付之一笑。放心，我已经把郭娟的地址无意间透露出去了，网友摸得出来，接下来她的日子不会好过。合作愉快。我和她相握手，在夕阳下照得影影绰绰的，和那日的情景相融合在了一起。穆婉婉找我时，我才发现她是被魏峰所骗的。她知道有我的存在时已是怀孕了。魏峰在她怀孕后，时而嫌弃她发胖的身体，对她忽冷忽热。郭娟待她也并不好，在肚中胎儿性别未知时，她便听信偏方，跟从前待我那样，为了各种奇怪的药剂，想让她生男胎。只是药的剂量过甚，加上我操劳过度，引得我早产。郭娟利用一些手段，得知她肚中胎儿是男胎后，就威胁她，如若她打掉这个孩子，那她的家人都会因此受牵连。而且郭娟思想迂腐，不肯让我们离婚，还计划将穆婉婉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送于我名下来养。穆婉婉自然是不肯。郭娟似是为弥补她，才让魏峰买了那香奈儿包随意补偿，一下打发她。有了第二选择，便看不起我的贝贝。穆婉婉实在无法，她也知晓普通家庭抗衡不了富裕豪门，便寻得我共同联合对付魏家。我让穆婉婉拿着卡片找郭娟，提前一一跟帮助过的病人沟通过，让他们暂时不动。到时机，一举牵发动全身，那样的效果最为显著。郭娟也果然如我所想，上了这个当。思绪逐渐回转回来，我抚上她玉见硕大的肚子。你对她是怎么想的？她眼底升起了一丝涟漪。我想生下她。我淡淡一笑，好，那你先去我的郊外别院养胎。魏家近日不安全，你找郭娟随意说个理由避一下。毕竟郭娟还没受尽她的惩罚呢。我掐着时间，距离穆婉婉离开魏家已有2月了。郭娟没有多余的钱，再加上她心高气傲，定不会委屈于其他人家中。我开着车到了熟悉的地点，掠过满地的枯枝落叶，敲响了魏家的大门。里头瞬间传来噼里啪啦的摔盘声，抓狂的声音从里头传出：“滚，走开呀！不要过来！”我拿着穆婉婉给我的钥匙，打开了门口的锁。旁边跟垃圾桶一样堆置着各种各样的快递盒，我往里边一看，都是小女孩的东西，看着都有些瘆人。地上零星布置着脏乱的布料，微拼凑起略可显出小女孩的粉色衣裙的影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头发凌乱的郭娟看到那被我拼凑出的裙子，反应更激动了，捡起了地上的一把剪刀就往我这边乱挥，嘴里还嘶喊着：“不是我害死的你，儿子也不是我害死的，对，怪你是女的，女的。”听此我眼神一凛，攥着他的手甩开了剪刀，拽着他的头发，让他仔细看看我的脸。似是在这张脸上找出了贝贝的影子，他神色又变得抓狂：“贝贝，你不要再过来了，奶奶知道错了。”这可不够啊！我抓着他就往车里拖，安全带把他束缚住了后，锁上车门。我提着以每个路段能够允许最快的速度开始飙车，到了我日常都去的地方。
我拽着车里的他往贝贝的墓拖去，他看了一眼墓上面的黑白肖像，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连连摆手，脚下欲跑走。我狠踹了他一脚，使劲压着他的双腿，直至双膝跪地，努力克制着恨意，手臂往下压着他的脖颈，直到头碰的传来的清脆声，再将他拽起。还不待我重复着这个动作，他便跟疯魔了一般，对，只要我磕头认错，就会原谅我的。话落，他就开始不停傻笑，不住地叩首，嘴里叨叨：我错了，我错了，原谅我吧。头部在地板沁出血来，也浑然不觉，继续磕着头。我冷眼看着地上流淌的血，通过缝隙没入了草地里。我一遍遍摸过墓的轮廓，像以往一样，我将他送入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里不乏为我打抱不平的医护，病房里还贴着各种贝贝的照片和玩偶。又无意间向网友透露出了他的地址。我要他终生受尽孤寂的折磨。有时他清醒了，想去给他儿子上坟，但是所有人都把他当疯子，还成天念叨我才是不会下蛋的鸡。后来穆婉婉顺利生了孩子，名叫穆希。他说他希望他能跟苍天大树一样生生不息。又是好几年后，我一如既往地下班，走上了那条熟悉的路。四周静得出奇，而从前的魏家别墅现已改装成了商店，清风掠过，树叶飘过，早已物是人非了。我摇了摇头，看向前方，眼前一个小男孩骤然冲向我，声音稚嫩：小妈。我站着笑颜，抱起轻轻的他：慢点跑，慢点，别摔着了。我抬眼望去，不远处还有一位朝我奔过来招手的温婉女子。我和她相视一笑，虽默默无言，但却胜过千言万语。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